吕秀莲再提用两岸统合取代两岸统一，然而台湾已经失去资格。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随着中国大陆国力和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过去的台独绿祖母吕秀莲开始向统一靠拢，提出了用两岸统合取代两岸统一的说法。而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张亚中也非常认同。就这个问题，国台办马晓光明确回应称，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从未改变过，这符合两岸关系的法理和现实。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和平统一才是最符合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你也可以理解为，马晓光说中国大陆只追求真正的两岸统一，而不是两岸统合。中国大陆为何不认可两岸统合呢？因为其本质就是一种联邦制的设想。早在2004年，关心两岸前途未来的一些台湾人士就组建了一个名为两岸统合学会的民间团体，其核心人物就有张亚中，后来也是该团体的理事长。其核心主张就是两岸统合。如果再仔细看一下其主张，就是在不影响两岸现有法律的基础上搞一个共同的宪法，尊重两岸现有领土的管辖权，然后在此基础上签订和平协议，建立安全机制，最后呢再解决身份认同等等问题。如果更通俗一点说，两岸统合追求的不是一个中国，而是一个中华。两岸统合从表面上看追求两岸和平，但是在本质上维护了台湾事实独立的这个情况，想要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统一的可能。近期美国开始在台湾问题上玩切香肠的战略，遭到了中国大陆的不断警告。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在其网站上放回了不支持台独的字样，同时呢又施压台湾地区当局表态不再追求形式上的独立。在中国大陆国力和军力不断增强的当下，吕秀莲意识到两岸发生武统的可能也在增加，而美国最终下场干涉的可能性还在不断的减少。台湾地区当局玩明目张胆的台独路线可以说已经死了，所以两岸统合在台湾很多人看来是避免武统的救命稻草。两岸统合的提法的确有避免两岸发生战争的含义，但是他们忘了台湾地区当局已经失去了资格。在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的所有方式中就没有统合这一说法。当对峙双方力量对等时，会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但是分久必合，几乎都是力量强大的一方对弱方的碾压。中国大陆现在的大战略是综合国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极，而台湾地区终究只是一个仅有2300万人口的孤岛，双方力量的变化不存在对等一说，而是绝对的碾压。台湾地区当局除了被统一，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同意两岸统合，就等于先认可了台湾是独立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两岸现状的准确描述是内战的延续，处于分裂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代表。总体来看，吕秀莲提两岸统合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并不符合台海两岸实力的对比，也不太可能被台湾地区当局所接受。台湾岛就在那里，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未来以何种方式完成统一，完全是可以预期的。和平最终会到来，两岸也会统一，但绝对不会是统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地区当局没有资格，这是实力的地位所决定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